大家好，我是七七，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清爽但是又非常鲜美的豆乳冷面，清澈透明爽口，但是又鲜到爆炸的日式高汤和醇厚的豆浆真的是蜜汁般配呢，清爽的同时却一点都不寡淡。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做吧。这个冷面的汤头我打算用昆布柴鱼高汤来打底，昆布不用洗，用纸巾擦掉灰尘就可以剪成小块了。煎好的昆布加水放入冰箱冷藏浸泡1个晚上。第二天把昆布连同浸泡的水一起倒入小锅里，开火煮沸之后就可以把昆布取出了。接着调整成小火，放入柴鱼片，煮大概1分钟左右，撇去浮沫。柴鱼片都沉底之后，就可以来过滤汤汁了。缓缓的过滤，这样整个的汤汁也会更加的透明清澈。剩下的昆布跟柴鱼片还可以煮2次高汤，但是尽量当天就把它用完。用刀背刮一下黄瓜的表面，去除一些针刺。及时的蟹棒简单的撕一下就可以了。水开之后下入胡萝卜，汆烫个10秒就可以了。接着下入秋葵，也是汆烫大概几十秒就可以捞出过冰水了。如果大家对于如何处理鲜虾感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看我之前分享过的油焖大虾、虾饺，还有鲅鱼饺子等视频都有详细的分享。水开之后放入虾，大概煮个2分钟左右，它变色就可以捞出了。捞出之后记得过一下冰的食用水。现在我们就来调制汤底。接着来煮面，水开之后就放入荞麦面，煮熟就可以了。煮好的面条过一下可以饮用的流动水，冲洗一下，之后就浸泡在冰水中。如果大家对于如何做出完美的日式溏心蛋感兴趣的话，也可以看我之前分享的一个单独的视频。非常完美的溏心蛋，颜色很漂亮，而且吃起来呢味道刚刚好，也一点都不会遮盖鸡蛋的那种鲜香度。码上所有的浇头，再撒上黄豆粉就完成啦。醇香的豆浆加上清澈鲜美，但是一点都不腻口的高汤底，真的是非常的搭配，夏天吃起来冰冰凉凉的，清清爽爽的，推荐给大家。那我们就下期见吧，拜拜。